这是一种很奇妙，其实在我的经历里面是很少做这种电台访问。哦，真的啊？因为我们国内大部分都是要以视频为主。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蛮好的，就可以也不用化妆，然后也不在乎穿什么。更多的是一个想法之间的交流和大家一个听到声音之间的交流。UFM 1003，这个人很精彩。这个人精彩，这个星期呢，我们请到了张哲瀚。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哲瀚。这是哲瀚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吗？第二次来。对。所以第一次来新加坡是什么时候？当时应该是旅行吧，对，10年以前了。大学毕业，旅游观光。对，新加坡其实是一个四季如夏的一个国家。你本身是一个就是喜欢炎热国家，到炎热国家旅游的人吗？当然啊，东南亚是很适合旅行的地方啊，很多海岛，很漂亮的海景。比如说带父母啊，或者是自己旅行跟朋友啊，也会去来这种热带嘛。因为冬天有的地方会很冷嘛，在中国。新加坡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的地方，也好吃，然后呢比较悠闲。所以如果说用一个季节来形容自己的话，你觉得你是哪一个季节呢？其实没有说特别的季节，我觉得不同时期和不同状态下的我都是我。我有像冬天很对人冷冰冰的时候，我也会有像秋天悲伤的时候，我也会有像春天生机盎然恢复活力的时候。所以就是我觉得春夏秋冬都会在性格里面或者在我身体里面会有这个感觉。舞台上也是啊，就是看需要表演的歌曲是什么样，但是我希望我喜欢的感觉也是更多的唱一些可能偏摇滚啊，偏热情一点的歌，这样的我觉得观众看起来肯定也会觉得很兴奋，然后呢很爽。哲瀚是一个摇滚咖是吗？其实从小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摇滚嘛，也没有接触太多这种关于乐队啊，关于这个摇滚乐的一个这个历史，所以也是长大了以后开始做歌手了，然后开始在舞台上表演了以后啊，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舞台的表演的方式。我也希望就是观众既然来看了吧，就包括我自己去看演出，我也是喜欢看五月天的演唱会啊，就可以跟着一起跳，一起蹦，一起唱，然后呢就不会睡着嘛。对，如果一直唱情歌的话，我想我可能会听着，因为可能太好听了，就想睡觉了。对。这几个月这一阵子在我们电台热播的其中一首哲瀚的歌曲呢，是未完成的旅行。那么这首歌是你自己作词作曲的。这首歌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世界很大，我是从一个小城市出来的孩子，我见过世界可能一部分嘛，所以我觉得永远这一辈子其实都是未完成的旅行。因为你有读不完的书，看不完的电影，去不完的地方，世界上总有一个角落你没有去过，总有一个人你不曾认识过，总有一本书你没有读到过。所以就是我觉得一直要保持一个这样的心态吧，永远去探索，永远去保持好奇心，永远去学习，这就是一些感悟吧，写这首歌的一些感悟。对，所以当时在创作的整个背景还有那个时空，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是去旅行了，然后呢去骑行了，就觉得这山川湖泊我以前都没有来过，然后它已经存在了这里几千年了，就有了很多这样的感悟，就很想去远方嘛。包括之前经历了疫情的时期大部分时间大家都关在家里啊，然后所以更有这个想法和冲动。你有没有一场未完成但很想完成的旅行呢？因为有太多了，所以就是说不会有某个具体的我特别想做的或者特别想完成的一个事情。就生命很多不确定性嘛，交给这些不确定性，然后保持自己一个良好的心态吧。对，就是也不会让自己那么的匆忙，也不会让自己那么多就说一定要怎么样，就我觉得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对，如果请你回忆一下过去，有没有一场难忘的旅行，你会想到哪一个地点或哪一次的经历？也蛮多的。其实我上次最近有去伦敦，就也感觉也非常好，就看了很多音乐剧，
然后有了很多关于写歌艺术的一些想法，去看了博物馆。就是我也没有说会像旅行团一样专门会有导游去给你介绍或者是对打卡那种，我只是就是去看看，因为先不了解，先就走马观花看一看吧，喜欢什么再去针对感兴趣的再去做具体的研究。对，飞过天际就能更接近自己，穿越潮落潮起，时空回忆，这世界还有未完成的旅行，不期而遇。飞过人群就能更接近自己，穿越内心风景，时间回忆，这世界还有未完成的旅行，不期而遇。 UFM 1003，这个人很精彩。这个人精彩，这个星期呢，我们请到了张哲瀚，非常开心，也是第一次跟我们 UFM 1003的听众见面。那熟悉哲瀚的朋友都明白说，就哲瀚这几年经历了一些在事业上经历了一些起伏。如果用一首歌送给这段经历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应该是自己写的那首《人生海海》吧，就像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就是生活状态啊，然后长大的一些过往的一些生活状态啊，然后我觉得就是来来回回啊，要不断的面对新的自己，然后又不断的跟过去的自己告别，这就是一个过程吧。对，我们知道演艺圈是一个事业起伏，或者说会经历过很多变化的一个行业，所以这几年在娱乐圈下来，你是有怎么样的一些体悟呢？会有很多的起伏，很多的变化，那这个就是人生常态啊。其实我一直对这个东西也没有看得特别的重要啊，那当然是很幸运啊，然后被大家知道或认识，这是很幸运的。然后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或者是艺术表达者，也是一个蛮幸运的事情的。你可以走到台前来，这个是我觉得老天爷给饭吃吧。对，能够获得这么多喜欢，那经历了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成长的一部分吧，对吧？他可能想让你成为更强大，或者是更有修养修为的一个人，而不是成为一个商品嘛。所以这也是你会想要分享给可能现在收听这个节目，然后刚好人生也遇到一些也许是低潮也许是挫折的听众朋友吗？对，我觉得就是不管谁，任何人经历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困境的时候，都会说时间是最好的老师，时间同时也非常的残忍。就我刚刚前面还看到有一段话粉丝写的，就是说人生这么痛苦，你为什么还要经历它？但是同时人生当中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啊，有很多爱，你被很多爱包围着。对，其实都是相对的，只是在你增长智慧了以后，你怎么用你的眼光和智慧去看待一件事情，因为事情嘛，没有绝对，也都有它的两面性，所以要用一个更开阔的一个心态跟视角去看我们人生很多面对的一些情况，对不对？是。只有上课下课有一天，等寂寞第一睁眼，开门关门时间点，来来回回这世界，初心如心，无尽蔓延，潮起潮落，凝望着地平线，终有一天要和自己面对面。路已走远，要和自己说再见。
访问播出的时候呢，是刚刚好年底12月了。展望明年2024年，哲瀚，如果说给自己3个期许跟目标的话，你会有给自己怎么样的一些目标？其实上没有太多的非得要去做的事情，小目标，人生还是要有小目标吧。我觉得如果没有小目标的话，就会活得很茫然，很不知所措。我觉得明年第一就是可以去更多的地方旅行吧。哦，旅行不是工作，是旅行。先讲玩，先玩了之后才会有灵感来工作。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可以去世界各地更多的地方开巡演，然后再一个就是说明年希望可以重回演员的身份，然后拍一部戏吧。如果说演戏的话，你会想要挑战怎么样的角色呢？倒没有说特别的想哪一种，但是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得向这个宇宙发射信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好，我们现在给你发射信号的时间，来发射信号，请开你的那个愿望清单。主要具体这个自己还没想好，还没想好。就任何挑战，其实你都抱着很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对吧？对，都可以啊，都可以去尝试。我都想给大家呈现出不一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他老看张哲瀚都是一个样子，我也不喜欢重复做自己。对，访问的最后，哲瀚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新加坡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呢？很开心能够来到 UFM 1003电台，然后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聊聊天，然后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虽然看不见我的人，这是一种很奇妙。其实在我的经历里面是很少做这种电台访问。哦，真的啊？因为我们国内，因为可能以前我也是演员嘛，国内也不太流行这种方式，大部分都是要以视频为主。对，大部分的艺人也都是要很好看，然后拍摄视频，拍摄照片，然后营业，大部分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种方式蛮好的，就可以好像也不用化妆，然后也不在乎穿什么，更多的是一个想法之间的交流和大家一个听到声音之间的交流，就是可以不用那么太过于在意外在的表现或表演，也不是表演状态，就是说不用太在意外表是什么样子，可能很随意，可能靠着，可能慵懒着，可能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都可以。对，就不需要那么拘谨，我觉得。就发现哲瀚的声音其实非常有磁性，你有想过也许做广播？主要没这种工作机会，然后好像确实可能真的是我们那边不太流行。我有就是说想可能读诗啊、读书，可能给一些听众朋友们听，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觉得声音的表达也是非常重要的。下次张哲瀚来下播的时候呢，我们再准备一首诗给哲瀚朗读给我们的听众。最后再次感谢哲瀚。世界回忆，这世界